小王爷与军士同战，是大单于我给你左大都尉的特殊荣誉，激励你与汉朝人浴血一拼。至于王子的安全，自有昆仑神护佑，你不用过虑。左大都尉不必照看我，我早想率我匈奴最彪悍的军旅奋身而战。还请左大都尉给我这个荣誉。授旗开始。王子所在军旅是我大匈奴的精锐，特授王旗，请左大都尉真呼。跟着我大漠之王，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，我大匈奴无往而不胜。昆仑神，昆仑神，昆仑神！很好，这次你们一定要把李广给我吃掉。他要是变成了禽鸟，飞上了天，昆仑神，昆仑神！那你们就要变成苍鹰，从天上把他给我捉回来。昆仑神！他要是变成泥鳅，钻入地下，你们就要变成旱獭，把他给我揪出来。昆仑神！他要是变成了鱼，潜入了深水，你们就要变成网，把他一网打尽。昆仑神！保持队形，跟上，快点！将军，据报李广方向、公孙敖方向均有恶战。知道了。我方为什么抵抗如此微弱？因为匈奴没把我卫青当回事儿嘛。我军越过长城以远，是不是应休整一下，派出真骑？暂时不用，趁周边没有敌军，我们要以快制慢。跟上，快点！快跟上！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。这一片呢是片沼泽，必须避开这里。向导说这儿有一口甜水井，我们可以在那儿休整。传令官，北将在。传令前锋，沿途尽量避开敌小股部队的骚扰，全军快速插向龙城。诺。原来将军此次目标是匈奴人的圣地龙城，龙城离这里至少还有200-300里呢。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，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。孤军深入，将军此举非常大胆。这是皇上的意图，是第一次打击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不，末将敬佩皇上与将军的远略。将军请看，我南军800骠骑锐气逼人，而将军亲自做先锋打头阵，上古驻军无不鼓舞。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，必会所向披靡，争取到龙城吃午饭。撤，跟上！撤。报，大单于，汉军公孙敖部已被代郡方向的左贤王击溃，汉军死伤7000余人，公孙敖部逃回汉境。启禀大单于，汉军云中方向公孙贺一部越过长城后未敢深入我境，未遇我军主力，现已原路退回。行了，本单于只关心对李广的作战。
宇，李广所部被我大军合围，经恶战，李广本人已被活捉。再说一遍。大单于，我军活捉了李广，正在押往这里的途中。王子让本官先行报捷。昆仑神。给他喂点水，瞧他那伤，流了不少血。负伤的人不能多喝水。飞将军，我早听说过你，所有的匈奴人都知道你。我们匈奴人最崇拜英雄，哪怕是自己的敌人。嘿，可算抓到你了。王子跟只受伤的老虎没什么道理可讲，我看他不行了。不，我得跟他说话。我听说快死的人得使劲喊他，要不就回不来了。嗨，那你喊他吧，看他能不能答应你。喂，飞将军，李广，汉朝人，瞧，他听懂了，眼睛还在动呢。快追！李广带伤逃脱，是因为我的疏忽，请大单于按军规处罚。金密帝，哥哥再次告诉你，不要跟汉朝人讲你那颗仁慈之心，他们是草原上的狐狸，充满了狡猾。他们精通于法术诈力，你稍不留意就会上他们的当。密帝，知罪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李广也曾被我俘虏，虽然半路侥幸逃脱，但是他也尝到了我大匈奴的军威兵锋。让他跑吧，让他带着失败的消息和被俘的耻辱，回去见他的皇帝。按照汉朝的军法，汉朝的皇帝会替我们杀了他。有什么新消息？大单于，龙城圣地失守了。龙城？谁敢袭击我的龙城？是卫青所部，乘虚而去。那里本汗也留了几千守兵啊！卫青他是多少人？1万骑兵吗？这一败非同小可。你们看看，从上古到龙城有多远？整整的400里，往返就是800里。汉军的1万余骑兵，
我大匈奴境内纵横800里，横扫了我的祖宗圣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说！给我记住卫青这个名字。他不只是汉朝皇帝的一个小舅子。正是耕作时期，良田竟还在荒芜，怎么不见一个农人一头耕牛啊？朝廷的作战令尚未解除，农人们都在备边受训，以备军容。人无地一时，地无人一年。今年不耕种，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呀？解除备战，这需要朝廷的诏令。我会上书朝廷。眼下已到春耕大忙时节，让农民回田吧。打仗打得精光，长此以往，如何了得呀？匈奴虽已远遁，但随时都可能再次来袭。如果结束备战，则边防一旦有事，重新征召，只怕措手不及。人总是要吃东西的，农民不耕种，边关哪来的粮食啊？我会向皇上上书。皇上，当前怕心都已经放在打仗上，还请将军三思而后行啊。这件事情我想过很多遍了。马关反击，特别是扫荡了匈奴的圣地龙城，匈奴今后主攻的方向会转到中部，渔阳应当不是匈奴的重点喽。那匈奴人会把攻击方向调整到哪里？进驻长安。我之所以紧急地召集你们来，是想向你们宣布我的一个重要决定。我刚从龙城看过回来，汉军竟摧毁了我匈奴的圣地，我一止血，愧对祖先。60余年来，我大匈奴第一次蒙此羞辱，此仇必报。我决定集中匈奴3部所有主力，准备袭击汉朝首都长安，狠狠给汉朝皇帝一个忘不了的教训。但我深知此事重大，所以我想听听各位将军的想法。大单于，英雄豪情，早该如此。汉朝在七国之乱时，我大匈奴就曾有机会荡平长安。如果当时先王稍有雄心，那汉朝哪能有今天的猖獗？我同意大单于的决心，要消灭汉朝，我们绝不能再小打小闹，一定要斩草除根，一剑封喉。确立长安为目标固然是豪情壮志，但汉朝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朝。长安方面集中了汉朝多数精锐部队，关中平原又有利于汉军战车步兵的作战，我匈奴军骑兵的优势又不能施展，恐怕胜的机会并不大。大单于对汉朝的战略，依奴才来看，确是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，但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大单于想要夺取长安，先必须在长安以外的地区做足文章，要转移汉朝人对长安方向的注意力，把囤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，使其空虚，再行夺取。你这个建议很好，但是如何才能把汉军的主力调开呢？那就是吸引汉军主力到渔阳、上古我匈奴的方向。那还不是老一套，还在老地方转圈子。不一样，如果把战略确定在长安，即使在东线打，也与往常打的不一样，这叫声东击西。
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很好，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谷，吸引汉军主力向东驰援，设埋伏歼灭掉他，然后将我军主力向河套迂回，伺机从中部突破汉军的防线，直捣长安。既然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的国力之上，双方之间的生死之战，我匈奴与汉军绝不可打持久拼消耗。要打，就要倾其所有，一剑封侯。而长安是汉朝的皇都所在，夺取了长安，就会引发汉朝的内乱。如果我们另立一位汉朝皇帝，就能让汉朝人自相残杀，这才是可以取胜的最佳方法。还会有这样的人吗？能代替汉朝的皇帝？奴才已观察多年，并已派人潜入汉朝与其联系。此人的威望、才智都足以和当今的皇帝相匹敌。他是谁？淮南王刘安。臣刘谦拜见皇太后。平身吧。谢皇太后。金苏，我给你选的这个女婿怎么样啊？我看淮南国太子一表人才，很好，我很满意这门婚事。各诸侯王中，属你父亲是最有学问的。临来的时候，父王让我带他向皇太后请安。我也问你父王好，你父王身体怎么样啊？父王毕竟年龄大了些，行动已不如以前方便了。是啊，这一转眼我们都老了，好像我比他还大1岁呢。这皇上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跟他说了，让他过来看看的。已经告诉皇上了，皇上说正与将军们议论练兵的事，脱不了身。就他忙，一会儿啊，你带太子去见见皇上，都快是一家人了，也该过来看看。诺。陛下，渔阳红绫急报。这个韩安国误朕的大事。朕历来以为汉朝的老将们是善于防守的，这才把渔阳交给了他。哼，可你倒好好守着呀！可他竟然上书说要散军归农，朕不得不给这样的老臣面子。这下好了，匈奴人看你不防守，来了个长驱直入。你庄稼倒是种上了，可渔阳却丢了。不仅是渔阳，匈奴人先以2万骑入辽西，杀辽西太守，现在又入渔阳，迫韩国退守右北平。匈奴人在东线攻势很猛烈。啊，如果我汉军以主力驰援渔阳，重新夺回失地，倒也不是很困难的事。朕看汉兄当今的态势，就越发想念起一个人来——张骞。如果张骞能够说服大月支来夹击匈奴，匈奴就绝不敢把全部主力都放在阴山以南来对付我大汉。这一走也10来年了，他这一去怎么杳无音信呢？只怕……不提这个了。朕自登基以来，曾经无数次的看过这个图。你们知道吗？最为让朕揪心的是何处？是这儿，长安正面的河朔地区，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。先皇帝时，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，烽火烧毁了甘泉宫，全都是从河朔地区发起的。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缘这块大草原。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缘，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。我
朝廷随时都有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。收复和硕之地，就可以彻底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，扭转我汉朝被动的军事态势。陛下所言极是。汉朝与匈奴南北对峙，匈奴单于庭也面向长安。如果夺回和硕，可以此为基地，进一步直捣单于庭。目前匈奴人在东线发动进攻，若汉军主力由西向东驰援，仍然会处于被动受牵制的地位。这一次，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。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，奇取和硕地区。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，我们全然不予理睬。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明白吗？陛下此举魄力非凡。当然，在策略上，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，兵出北郡，东下西河，而后在这里突然的一个大转折，大纵深的分道迂回，由五原渡黄河，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，在黄河南缘打一次骑兵大会战，拒而牵制，一举收复和硕之地。臣明白了，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，韩国在右北平的压力会更大，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。召回李广，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，和韩国一同指挥。李广应该可以守住右北平，是朕的底线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公公啊，刘大人，好，正如此，是啊。陛下，淮南国太子刘谦奉太后懿旨，在殿外候召。哦，朕都忘了，叫他进来吧。诺。太子，陛下有请。请。臣刘谦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听说了，你与修成君金俗之女的婚事，很好。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臣此次来都城，正是要迎娶新娘。好，你父王还好吧？好，很好。哦，对了，朕有一件礼物要赐予你父王，你就替朕带给他吧。春妥，奴才在。赐予淮南王此杖，准予他不再来朝觐见。淮南王年事已高，不必诸侯王同力，以免旅途劳碌。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。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。启禀皇上，李广将军已奉诏来宫，正在殿外候命。宣李广。宣李广。小臣告退。宣李广。李将军。太子这边走，太后已颁旨吩咐修成君，今天晚上在长安酒肆为太子的婚事举办酒会呢。好，走。坚守右北平，希望李将军能够顶住匈奴东线军团的南侵。李将军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
陛下，大匈奴是臣的本分。臣只有一件小事，希望陛下能恩准。说吧。希望陛下能调几个羽林军，随臣一同赴任。羽林军？怎么回事？汉军的援兵应该到了。王子，这打汉人就和猎取陆巡一样，得有耐心。李广，我算是见识了，不知卫青是何模样。他比李广还厉害吗？等我捉住了，你再比较就行了。不对了，这次不能让他再跑了。驾！驾！报告左大都尉，汉军主力突然消失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10来万人的部队，怎么会突然消失？是不是你们暴露的目标放跑了汉朝人？绝不可能！我要用脑袋担保。这就怪了，难道汉朝的皇帝不想要他的渔阳和上古了吗？再给我狠打渔阳、上古的汉军残部，同时准备攻击右北平，一定要把汉军的主力给我吸引过来，我就不相信汉朝主力会跑到天上不成。说干什么干了？干什么干什么？说！不，看清楚没有？我是大单于派往长安的密使，有重要军报，10万火急要报告大单于。你们要是耽搁了，看你们长几个脑袋！快给我带路，赶往大单于行辕。陛下，前方急报东线匈奴主力攻势凶猛，渔阳、上古已经全部丢失。李广将军在右北平正率军抵抗。朕对右北平不感兴趣。卫青军团现在何处？啊，在哪儿？陛下，目前还没有军报。那你瞎唠叨什么？像个婆娘！都回去睡觉，快滚！诺。哎，快看，那边什么人啊？哎，好像是大队的骑兵啊！不知是白羊王的还是楼烦王的，也许是右贤王部。我看这样的阵容，这样的速度，只有大单于本部的经济才能办到。好像是汉朝人呐。不会，汉朝也有这样快的骑兵。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列队，准备欢迎大单于。弟兄们，冲啊！清军团要偷袭我的和硕草原，千真万确，这消息是从汉宫内部传出来的。这可让我不大相信呢。卫青军团是在这里消失的，如果要攻击我和硕之地，何必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
那为什么不由上郡向北进击？啊，从汉宫传出的消息说，汉朝皇帝要求卫青军团隐蔽地做大迂回，防止我军自东向西回援，一战夺取河朔。何为？那么，这应该是卫青军团对我河朔之地进行合围唯一的行军路线。你们看这有可能吗？那就是说，卫青军团将集中全部兵力，从白羊王、楼烦王与右贤王之间的辖区间穿过，从东向西截断、腰斩守军，然后再进行大迂回行动。说呀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以卫青对龙城的袭击看，我以为有这种可能。卫青现在对骑兵军团的机动运用和远程奔袭的能力，已不在我匈奴之下。不要神吹那个卫青，上一次龙城失守，主要是因为我主力都在集中对付李广，才使卫青有机可乘。再说，上一次卫青只有1万骑兵，而这一次却是数万骑兵。这么庞大的骑兵军团做如此远距离行军，完全不被察觉，难以想象。你是说，没有这种可能？大单于，似乎没有这种可能。那你就说说，卫青军团现在在何处？在何处？这上一次我们集中攻打李广的主力，而现在我们的主力又都集中在东线右北平方向，与上次的经历如出一辙，真是太相似了。我们对汉朝人声东击西，难道汉朝人也对我们实行同一计策吗？大单于，能否把我东线的主力军全部撤出，集中增援河朔？这可难了。相距1000多里，既无粮草后勤保证，又无相应作战准备，仓促调动，这必然会引发全局混乱。是啊，万一卫青烧了黄河浮桥，我们就是到了黄河边也无计可施。再说，我们这边东线怎么办？就前功尽弃吗？河朔草原上还有我匈奴精骑10余万，人数多于卫青军团，应该能够抵抗的。是啊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河朔守军，请求昆仑神赐予白羊王、楼烦王勇气和运气了。到目前为止，黄河南缘匈奴之白羊王和楼烦王所部还毫无察觉，而张次公将军已切断了河朔守敌与单于本部的联系。苏建将军也已到达高阙，切断了河朔守敌与匈奴右贤王的联系，并且前锋已向灵州迂回。一旦他们到达指定的位置，对河朔守敌的合围可全部完成。我部人马是否已都从浮桥上过来？是的，都已经渡过了大河。烧了，把浮桥立即烧了。烧了，将军，万一不利，我军将无法返回东岸了。谁告诉你我们要返回东岸？万一我们无法战胜河朔之敌？没有万一。我卫青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再回去。把桥立即烧了。诺。为什么吃这个不开火？将军，等打完匈奴人，夺他们的烤全羊吃。呵，好主意！哎，别忘了给我弄只羊腿。没问题。我老家啊！烤参菜一段。
藩王，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说汉朝人要来了？昨晚灵州上郡方向哨报，发现汉军大批军纪。那你又如何判断汉军由南向北正面来袭？汉军不从南面来，难道还从北面来吗？白羊王，你放心，我已向南派出零散军纪，引诱汉军来此，与我决战。看到了没有？汉朝人找死来了！汉军的人数并不多嘛。弓弩手准备，变阵！汉朝人很聪明啊。重装骑兵准备。汉军的骑兵训练有素啊。这些汉军还不够我当点心的。全军准备出击，荡平这些汉朝人。怎么回事？大王，汉军的主力军团从北边冲过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的身后是右前王部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，稳住！藩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。知道了。将军，和硕守军除逃逸者外，全部被歼，缴获了他们全部的战车、辎重和牲畜财产，其中马牛羊计上百万头。好，
马上派出红绫吉使，向皇上报捷。其余的人，继续清扫战场，调整备战。得令。和硕大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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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朔2年，卫青收复和硕，这块位于阴山贺兰山脚下的肥沃黄河草原，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战略重地，就是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大草原。自前秦末年匈奴猖獗，黄河中域荼毒歹变，朕自即位以来大兴讨伐，凯歌频传。今车骑将军卫青横渡黄河，收复和硕，斩首32000级，虏获辎重，聘处无算，遂大定朔方，俘虏3071人，令还获。错了。哎，是3017人，不是3071人。你说什么？没错，是3017人。哦，写的不太准确，改过来。大扬我汉军威武，令朕深感欣喜。陛下给军队下的诏书太长了，没必要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。照你的意思，朕这个诏书该怎么念？在所有诏书里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。话说多了，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？啊，怎么个直接法？对军人应主要的是明正赏罚，该奖则奖，该罚则罚，有这2点就足够了。好，行啊，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，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，就1个字，你信不信？臣希望这个字是可以的可字。陛下，这《孙子兵法》，我借去读读。去。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哼，都是陛下太娇宠他了。主父先生有看法？是啊，娇宠之下有2种可能，一者更弱，另者则更强。天不怕地不怕，不怕强者，也不惧怕任何权威。可一旦，把你的话多说完。陛下，刀子磨得太快太锋利，用起来顺手，但也容易折断，无法长保啊。百军之将白羊王楼烦王奏见大单于。白羊王楼烦王奏见大单于。
二位王爷给我带上来。败军之将，奏见大单于。二位王爷，毫发无损啊！你们的10万铁骑被卫青的4万兵马打得丢盔弃甲，连和硕草原都给我丢了。是我大匈奴丧失了进军中原的基地。大单于，汉朝的骑兵勇猛神速，我可以肯定，一定是有匈奴人从中调教，才使我匈奴的骑兵优势不复存在。是啊，大单于，汉朝人的骑兵现在1天1夜可以行进500里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很好，也许你们失败都很有理由，也很有道理。这样吧，你们都是君臣单于的宠臣，本单于就请你们也到君臣单于面前讲一讲你们失败的理由吧。来呀，送2位王爷上路！我们不服！我们不服！不服！我们不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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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服！我们不服！不服！二位王爷，打了败仗，按律当斩。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大单于就没有过过错吗？大单于的指挥就没有过过错吗？要去死，我们一起去死！我们应当一起去。二位王爷说的很有道理。此次失败，本单于是负有重要的责任。但是，我不能死，我还得活着，我要为大匈奴复仇。把这个带上，和2位王爷一起葬在先王身边。送2位王爷上路！大单于，我们不服！我们大单于，大单于啊！我们不服啊！是啊，刚才2位王爷说的有道理。汉朝的军队突飞猛进，若大匈奴的军队依然墨守成规，这样必然导致彻底的失败。对失败没有羞辱感，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呢？我一只血在这里，削发戴罪，就是要牢牢记住此次失败之耻。大单于，我知耻而后勇，恳请大单于调拨4万军纪，我愿以4万对4万击败卫青，夺回和硕之地。大单于，这次失败，卫青军团是从我眼皮底下穿插迂回，本王也负有责任。大单于，我也请求再战。
大单于，和硕之地是进袭长安的桥头堡，兵家必争之地。黄河九曲，为赋一套。大单于，是谁最先通知我们卫青军团的去向消息？是淮南王。因此，奴才建议，在大战之前，先给淮南王刘安透个气。皇上驾到！免了。卫青这一仗给朝廷带来了喜气儿，打破了匈奴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。朕听说，长安的一些市民自发的上街饮酒庆贺，一些商人也给前线的将士捐赠钱物。是。众生的好恶历来如一头怪兽，你弄不清楚明天又会有何反应变化，不值得过于看重。但有一件大事，请陛下予以重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筑城。筑城？筑什么城？陛下，刚刚收复的黄河南地，我军立足尚不稳。如果匈奴回兵争夺，必然会有反复，长安的安全仍不能得到持久的保障。说，你说的筑城是什么意思？和硕之地位置极其重要，其土地肥沃，物产富饶，又有黄河天险为屏障。秦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屯垦，抵御匈奴，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，空前振作了汉朝的军威。现在臣以为应该在秦城故址重新筑城屯田，并设立郡县，巩固边防，作为打击匈奴王庭的前进基地。想法大胆，可议。诸位，觉得如何？哎，坐下，坐下。陛下，臣以为一缓。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筑城，又让谁人去住呢？有城必有房，有房必有人。房子修好了，还怕没人住吗？这个理由不成立。只怕工程非常浩大，劳民伤财，重蹈秦始皇筑长城的覆辙。秦始皇修长城并不是他的罪过，当初始皇只不过是使用民力不当，才造成怨声载道，其本意并没有错啊。怎么没错？今天的长城挡住了匈奴没有？没有。一道万里长城，我军无处不守，无处不弱。匈奴集中兵力，攻其一点，突破之后，全线皆成了壮观的摆设。长城是为笨人所用的笨办法，不可取。可要是没有长城，将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了长城，葫芦1年来1、2次；假若当初没有建长城，则葫芦会天天来。对于兵力马急的草原强敌来说，如果没有了长城，那不是一处可击破了，而是处处可击破。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都会顺利的进来，践踏你的家园。朕没有让你们去议论长城，朕让你们议的是在和硕筑城。将士们浴血拿下的和硕之地，不能这样空闲的抛掷在那里，它对长安的安全至关重要。所以朕以为，不是单纯的去造一个防御工事，而是应该建一个最好的军事基地。是啊，这个办法虽然稍微笨了点儿，但它对打败匈奴
却是长久大计。皇上圣明，新造之城还可以作为我出击匈奴单于王庭之正面根据地。殊不知乞丐打狗还要找一墙角做依托。茫茫草原，我军如没有巩固的城防做后方，必然会丧失依托。这座新筑的城镇以为就赐名叫朔方。传诏，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，同时迁徙豪强流民，豪强出钱，流民出力，共同建设朔方城。不足的费用仍由国库拨给。至于城建好了以后什么人去住，朕看其实很简单，以民养兵，以民实边。先移他10万人过去，如果不够就再加10万。朕就不信活人能叫尿憋死了。你们说呢？皇上圣明。为纪念和硕大捷，刘彻将这一年的年号改称元朔。根据刘彻新的诏命，崤山以东的汉朝百姓以10万人为批次，轮流前往朔方筑城。新的朔方城于元朔2年建成，在今天的河套草原上，这座汉城的故址依。这些马都是和硕战役缴获的匈奴马吧？是的。你就是教练南军骑兵战术的那个赵信吧？是，大将军。听说你在匈奴本是阿胡尔部落的小王，怎么投奔到汉朝来啊？君臣单于是我的仇人，是吗？赵信父亲死后，君臣单于强迫他的母亲做妾。赵信行刺复仇，没杀掉君臣，结果被罚为奴隶。他就带着本部落人归降了汉军。好，太好了！英雄不问出身，我卫青原先也是个骑奴出身，在我们汉朝的军队里，匈奴武士不少。当今皇上圣明，不问哪族哪部，只要立功献首，都能得爵封侯。马上就要打仗了，你这里的马能日行千里吗？日行千里，困难。人可以撑得住，但马要进食、饮水，途中还要休息，要不要累死的？但我听说，匈奴骑兵能做得到，那必须换马。每名军士备2匹马，途中换着骑，是这样吧？人歇，马不歇，正是这样。但不仅仅是赶路，700里跑下来，还要保证人马能立刻投入战斗。末将麾下800骑，都是匈奴人，能在马背上度一生。你说的是人，那马呢？你想想，马连续跑700里，这些马还有劲儿打仗吗？我们匈奴有一个办法，好马喂精粮，用好谷子喂它，马力就壮。好主意，粮食你不用担心，我立刻禀报皇上，马上调拨。举旗官，在。你马上给赵将军这里调拨好谷子，从今天起，他这里的马全都改用粮食喂养。诺。我记住你了，我要给你赵信的马队首先配备双马，让你们的部队成为全军最精锐的骑兵团队。卑职在，传我的将令。这道令是下给马匹的，从今天起，我军的所有马匹均以喂食粟粮为主，要善待马，如同善待人。如有对马不恭者，要追究马主人的责任。轻者，先给我打20军棍；重者，再给我抓起来。不成的话，就给我斩首。下去吧。是。全乱了！这汉朝的皇帝想干什么？
全线都在增援调动。大单于，此时更要看准我们的根本目标所在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切不可乱了心智。我匈奴军的主力已集中在右贤王方向。万一卫青的主力从中路攻击我王庭所在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有了龙城被偷袭的教训了。大单于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，只要集中力量突破河朔防线，威胁京都长安，全盘就活了。退一步讲，如果汉军置我攻击长安于不顾，来攻击我单于王庭，那是什么样的局面呢？大单于没有见过长安的繁荣和鼎盛，皇宫的辉煌和奢靡富贵。一旦我匈奴骑兵出现在长安街头，只需一把火，汉朝的损失，那是20年后都无法复原。而我单于王庭没有城廓工事的牵累，这些帐篷通通可以拆了运走，让汉朝人来好了。他们获得的只能是这一片广袤的草地。右贤王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准备。秋高马肥，马一上标就可以打恶战。我看他汉朝的皇帝有多大的能耐！开门！金牌传令！皇上，这次要重用我李广了。哎，张子公的部队什么时候到达我右北平啊？安特后率1万军骑，明天拂晓可到达。什么？只有1万军骑？皇上，让我出击只有1万军骑怎么够用？皇上让李将军做好出击准备，详细军令将由安特侯口头传达。也罢也罢，那你就向皇上复命，就说我李广，只要有仗可打，不管做什么怎么做，往哪儿打，臣都将誓死效命。长安密使来报，大单于，那个淮南王终于表态和我们合作了。正像你所说，我大匈奴平添了一个军团。淮南王信中还希望大单于重视对手。本单于最关心的是，他何时举兵起事？刘安的谨慎可以理解。自七国之乱之后，汉朝的诸侯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。一道推恩令，又将各诸侯国拆得稀散。诸侯各国在此高压之下，必然不敢贸然起事。刘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所以此次右贤王的攻势至关重要。只要我匈奴铁骑能够兵临长安城下，将必然引发汉朝的内乱。这些汉朝的狐狸，都在等我匈奴人咬住汉朝皇帝的喉管，再一拥而上，分点肉吃。也罢，你们这些汉朝人，就是喜欢法术诈力。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，全都是一样。密使提醒大单于关注卫青军团的动向。卫青日前曾紧急回京，接受了汉朝皇帝的密旨，估计会有新的军事举动。钟行约，我说中了吧？依我看，卫青很可能充当汉朝皇帝的骑兵，趁我单于王庭空虚的时候。卫青的位置现在何处？正在高阙，在右贤王集结的20万精骑对面。大单于，请你立刻密告右贤王，让他密切注意卫青军团的动向。如若攻势准备就绪，卫青仍然在高阙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首先拿下卫青军团。
打败了卫青，也就等于荡平了长安外围最核心的防御。到那时候，我们的拳头就砸向长安。长安，好，你去办，立刻去，请大祭司，让王庭的所有巫师都来。这一次，我要虔诚地向昆仑神祈祷，让昆仑神来决定我大匈奴的命运。今掌中3天了，3天内，他独自与神灵在一起。现在闭关尚未结束。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王庭可能撤离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已经从长安方面得到情报，大单于就要决定重大攻势。他同时担心汉军的卫青军团可能会乘王庭空虚而袭击此地，所以有备方的无患。3天来，神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。我一再将自己的决心向神诉说，神是这样回答我的。他对我说：“照你的想法去办吧。”昆仑神永远眷顾那些虔诚于神的人。昆仑神，昆仑神！我以神的名义命令大匈奴的所有子民们，马上做好战争准备。命令右贤王带领20万铁骑，实施我们的征服计划。目标：汉朝的京都长安。严柱，你先来。你猜猜，朕在余下都藏了些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前方军报，右贤王所部已完成集结，20万铁骑似乎已进入战斗状态。李广、张次公是否已从右北平出击？启禀陛下，右北平军报，李广、张次公共2万余人于今夜已经出击，东线匈奴向后收缩，未作抵抗。严柱，你接着猜呀，朕等着你呢。臣射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。错得太离谱了。太中大夫什么都不猜，偏猜戒指。戒之者，以戒燃指也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？臣听得前方军报有些。启禀陛下，前方军报，苏建、李举、公孙贺、李蔡已从朔方出发，向高阙方向运动，步车骑共10万余人。什么戒指？以戒燃指，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，以攻对攻，以机动对机动。继续猜复。
你给朕说说，此鱼内放了何物？说龙又无角，说蛇吧，蛇又无足，枝枝脉脉善攀援复壁，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。禀告陛下，前方军报，卫青军团已经出发。车骑将军禀告陛下，一切均按商定顺利实行。你东方朔神了呀！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像他说的呀！是啊，太神了。臣射中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蜥蜴，而陛下将要射中的，则是匈奴人的单于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臣瞎猜出来的。诸军将领们，大单于的攻击令已经下达了，20万匈奴人将踏平河朔，进逼长安。今夜你们也许得不到最称心的女人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女人从来都是邻居家的好。长安城有的是你们称心的女人，仅仅一个汉朝皇帝就有美女上千。作为匈奴的男人，最大的乐事在于押俘乱众和战胜敌人，将其根绝，夺其妻所有的一切，迫使他们的妻子痛哭，纳其美貌之妻妾。来，喝酒，来，占领长安吧！我们的后裔将因为我们明天的浴血拼杀而穿戴织金衣裳，吃鲜美的肥食，骑乘骏马，拥有美丽的妻子。这个伟大的日子，我们将从这里纵马杀向长安，一往无前。
万事俱备了。怎么回事？给我顶住！匈奴人所有的豪情都停留在这张图上了，可惜了了，卷起来，带回去。诺。启禀将军，右贤王逃走了。一个只顾逃命的统帅，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陛下，刚才您睡着了，前线态势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标明了，好让您看清楚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陛下。什么时候？前天夜里，卫青袭击了右贤王的大营，匈奴20万大军群龙无首，发生大规模的骚乱。陛下，您看，这里，朔方20万汉军全力出击，匈奴全线溃退，被分割成了东西两段。从此，匈奴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。陛下，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大汉的手里了。宫中才片刻，世事已大变。对了，刚才军中来报说卫青现在就要凯旋还师了。哎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鞋，您的鞋。立刻颁诏，派出使节，封卫青为大将军，统领全部汉军。将军，皇上的特使这么快就到了。长平侯卫青接旨。诏命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，逐匈奴700里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。加封卫青为大将军，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，钦此。谢陛下。大将军，请接金印。大将军威武！汉军威武！汉军威武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